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们来观看和分析一下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第一场辩论，针对台湾的对中国政策或者是两岸政策上面，3个候选人都表达出了自己的看法浓缩成1-2句话，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华民国宪法是两岸政治上的护国神山，这是绝对永远爱过掉的。我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坚持台湾民主自由制度，我反对一国两制，也反对台独。赖清德先生，你一概讲台湾一直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咱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那安呢？你愿意以苍生为念，在此公开放弃你的台独主张吗？赖先生，你是民进党现在的党主席，你是否愿意在这个地方承诺终结民进党的台独党纲，让我们全体国人能够放心。侯友宜讲的这段话呢，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他强调的是中华民国宪法，但有个问题就是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和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你只要坚守中华民国宪法就能和平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同的，就这个逻辑关系是不对的。中华民国宪法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进去了，对吧？甚至连联合国成员国蒙古国都包括进去了，所以你这个宪法理应说是一个要实现所谓的统一嘛。那这个统一不仅是共产党不会接受甚至连联合国都不会接受，全世界都不会接受你这个宪法。你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反攻大陆，甚至还要吞并另外一个国家，那你难道想发动战争吗？所以就看出来中华民国宪法是多么的落实，多么的滞后，多么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是这个宪法本身是荒谬的，但是呢它是历史遗留的东西就是你要改变它是比较困难的。这就为什么我说台湾现在是挂羊头卖狗肉，台湾人自己在实际行动中不承认，实际行动中我说的是因为选出来的总统还是台湾人选出来的，不是真正的所有中国人选出来的，所以在实际行动上你不承认这个宪法，然后中国人也不承认这个宪法，人家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吧？蒙古人不承认宪法，联合国也不承认宪法，美国也不承认宪法，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承认这个宪法，不仅不承认，也没有办法落实。那你这个怎么能够说它是捍卫两岸安全的一个护国神山呢？对吧？你是这个谁都不承认的东西。侯友宜另外还说了一句话，说他反对一国两制，这个我们要是鼓掌叫好的，对吧？那么他说明看到了香港的现状，他知道一国两制对台湾没有好处。那另外还有一个他反对台独，那就很有意思了。那台独怎么来定义，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他质问赖清德之后，赖清德的回答当中就提到了说，你既然骂我是台独，攻击我是台独，让我放弃台独，那就请问了，什么是台独？侯市长、柯主席，在中国的眼中，我们3人站在这里参选总统，通通都是台独，你们接不接受？如果你们接受，这就是台独，难不成你们是在选特首？侯市长、柯主席，你们真的认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9·2共识或两岸一家亲，在处处配合中国、批判台湾挑衅，就可以获得和平吗？2350万条宝贵的生命，真的可以寄托在中国的善意吗？侯市长、柯主席，我们都一样追求和平，但不一样的是，你们走向统一的假和平，我则是维持现状的真和平。赖清德就讲到了台独定义问题，对吧？他其实后边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傻傻的跟着中国一起来定义台独。就是共产党的内心深处，他的定义台独是你们在座的都是台独，只要你不支持统一就是台独，对吧？没有第二个选项你所谓的维持现状，现在是什么现状？我就问一句，对吧？是台湾独立自主的现状。那你维持现状实际上就维持台独嘛，台湾独立自主的状态嘛。那你维持现状实际上就是维持台湾独立的现状，现在就是独立不管你这个宪法条文怎么规定的，但是你现在实际上就是个独立你没有被中国这个全世界都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所以赖清德讲到了我们在座都是台独。那你说你反对台独到底反对什么鬼呢？你唯一反对的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现在是台独，你反对的是这个，但是你们实际上都是台独。但是承认不承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已经是台独了，共产党一定想办法要吞并你，要统一你。就像刚才我讲到的，他们在备战，他们在做两手准备，他们意识到当经济崩溃的时候，
他们为了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可能要走出这个一步险棋。既然有这样的可能性，就像我之前那节目讲到的，我们要想办法去提高它统一的成本。那么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增强国防力量，抵制所有的统战和渗透，然后和世界其他的主流国家能够肩并肩的站在一起，让台湾走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按照今天台湾政府的口号，大量的国家都跟台湾形成自由贸易的关系，并且在全世界宣传台湾的自由民主，以及台湾作为全世界面对专制政权危害的前线，让全世界来同情台湾和帮助台湾。而这一系列做法正是今天台湾政府在努力去做的，虽然做的也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啊，没有任何人说是完美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和成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刚才讲到这儿就想终结了，但是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候选人没讲呢，就是柯文哲他的那段话。虽然我不认为他的票数能够超越前面这两个，但是毕竟也是一个总统候选人之一，还是要尊重他。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我的主张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台湾自主就是在维持现在我们享有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跟生活方式之下，我们愿意以对等尊严的方式和大陆展开交流。我们可以用5个互相的原则跟大陆相处：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还有最后一样，互相谅解。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各有困难之处，所以能不能在互相谅解的情形下，大家彼此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他讲到的台湾自主，实际上就是台湾的独立现状 ，OK， 就是不受共产党统治的台湾独立现状。只不过他说是自主啊，就大家在玩文字游戏嘛啊。然后因为你说了自主，你就可以去攻击台独了，实际上你自己就是台独。那么柯文哲后面讲到的所谓的对等尊严，然后跟他们去合作，然后跟中国相处的所谓5个原则，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等等等等，这些话讲出来就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冠冕堂皇。就是谁不想跟你互相了解、互相认识、互相怎么样？但问题是你几篇没飞弹对准我，我怎么跟你认识？怎么跟你了解？我了解的你的就是你要消灭我，你要吞并我，这是我最大的了解，对你最大的了解。OK， 然后你现在强调说要去互相了解、互相两岸一家亲的话，怎么样？你就会给对方统战你、渗透你、统一你的机会，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你在架起一个桥梁，而明明知道对方是要对付你的，然后你还把这桥梁架起来，除非你觉得说那个国家是民主国家，你架起桥梁能够说服那边的民众啊，说我们和平相处。关键是你跟他们交流半天，那些中国年轻人，他们认同台湾又怎么样呢？该打还是会打，他们能够阻止习近平吗？他们能够改变任何一个中国的政策吗？他们连自己的一个城市的政策都改变不了，更何况一个国家。所以我就觉得柯文哲讲的，我每句话都认同，但是真正在落实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我对他们3位在这第一次辩论当中针对两岸议题的看法。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看了前2天的总统政见发表会，我听到柯文哲先生提出的一些政见跟看法，都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是民进党已经在主张、已经在做的一些事情。例如他主张要以对等尊严的立场来处理两岸的交流。对等尊严是我们多年的态度，他甚至提出在外交政策上要走蔡英文总统的路线。如果是这样，就应该让有经验、有能力、已经在落实的民主进步党继续做下去。过去8年，股市从马英九卸任那天的8100点，上升到现在将近18000点。GDP 从17兆新台币成长到现在的23兆。出口总值增加了70%，台湾对欧洲成长超过50%，对新南向国家超过60%，对日本出口成长超过70%，对美国更是超过120%，证明民进党就是比国民党懂得拼经济。过去8年，基本工资从20008元，明年将调高为27470元，长照支出从不到50亿。明年即将增加到800亿，幼儿照顾的预算从150亿到今年已经超过1000亿，再次证明民进党就是比国民党更懂得照顾人民。或许大家会说，执政党把事情做好是应该的，没有错。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下，
如果未来是蓝白执政，台湾会发生什么事？台湾将回到8年前那个眼中只有中国市场，没有世界舞台的台湾，那个年轻人只领 22K 的台湾，那个经济不振、国家未来方向不明的台湾。如果蓝白赢了，好不容易逐渐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又要走回头路，锁回中国。但是现在全世界的主要工业国都在去风险化，极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加上中国经济危机重重，青年失业率高涨，台湾重新走回依赖中国经济的老路，真的是对的吗？侯市长说，最大的篮子也要放鸡蛋，但是最大的篮子如果破了洞，而且暗藏风险，你们还要把更多的鸡蛋放进去吗？还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长照 2.0 还能不能走下去？好不容易增加的育儿津贴、公共幼儿园政策会不会停下来？好不容易启动的社会住宅会不会不盖了？国基国造、国建国造会不会停摆？兵役制度改革如果走回头路，会不会让国际社会觉得台湾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只想依赖中国的善意来维持和平呢？这些已经在执行中的政策，如果放弃了，如果改变了，可能造成的风险，是每一个竞选总统的人必须清楚告诉人民的事情。世界正在剧烈的变动，地缘政治正快速变化，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也正在进行中，数位转型与气候变迁也正冲击全球的经济。在变局中管理风险是政府最重要的责任，这些都不是用吼吼这代志这样一个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喊一喊把国家还给人民就能够确保国家的进步。赖清德跟萧美琴有经验也有能力，民进党来做一定会比其他政党更好，请支持稳健向前2号的赖清德、萧美琴，谢谢。民进党党纲不是就是台独党纲吗？那台独不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吗？台独难道是要保卫中华民国吗？台独难道是要支持中华民国吗？所以我常常讲，我说民进党跟共产党是一样的，都想消灭中华民国，共产党也想消灭中华民国，民进党也要消灭中华民国。只是现在逼急了然后就说哎呀中华民国台湾然后就还是不肯讲中华民国，你就想要借壳上市，假借中华民国去遂行你台独的主张嘛？大家都知道啊，否则的话，为什么连这个美国3个重要的学者葛莱伊他们要这个赖清德把台独党纲废了，或者把它冻结，赖清德就毫无回应呢？是谁在立法院说我是一个台独工作者，后来改口叫我是一个务实台独工作者，但是我在任何职位都不改变呢？那台独不是就要消灭中华民国吗？那如果不是我们出来大声疾呼，不是我们出来阻挡，那不是台独成功了，中华民国就完蛋了吗？所以萧女士刚刚一直讲说她守护中华民国，我真的觉得有一点这不知道今夕何夕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不要靠单一市场，我完全同意啊，最好能够分散市场啊，对不对？但是民进党去年还是靠大陆台湾赚了大陆1600亿美金呢，还赚这么多钱呢。大陆去年占美国4000亿美金，里面前20名的出口商，前17大都是台商啊。所以你说要断，那你去断啊，我很赞成啊。蔡英文不是讲过吗？说如果他当选 ECFA 他就要把它取消了，那取消的没有呢？不但没有取消，最近还说不应该取消，不应该取消，这不是也很奇怪吗？那不是这个做一套说一套吗？打个放心，民进党承诺大家的社会福利，我们执政以后全部照保留，还要加码，绝对不会删减。也许有人是觉得民进党执政好，那就继续支持民进党吧。民主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啊。我还是要回到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前天在政见发表会说，他说在中国的眼中，出来选总统的都是台独。哇，大家都变成台独了。这种说法完全是赖皮赖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不要赖皮我要郑重的说明像赖清德这样不认同中华民国的才是台独。赖清德在国代的时候高举台独万岁，台湾独立万岁的这个标志，我想大家都记得那萧美琴副总统候选人也曾经说过，
We no longer identify ourselves as a Republic of China。张女士讲过这话，翻成中文就是我们不再认同自己是中华民国。那现在又变成中华民国的守护者，是不是有一点让大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哈？我们侯友宜跟我们是真正拥护中华民国，我们是有名有实。你们是掏空中华民国，是有名无实，嘴巴讲中华民国台湾，其实在掏空，想尽办法掏空。政治人物哈，真的要表里如一了哈，不要言行不一了哈。好，那国民党在这边我再次强调，国民党绝对不是一个亲中政党，国民党是永远的反共，他怎么会是亲中政党呢？从两讲，他就是反共。我们永远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的政党。这几年因为美中冲突，所以中国大陆的军机呢，天天越中心到台湾来。哦，那民进党呢，却不了解中国大陆，完全不了解共产党。哦，那这就是我觉得是民进党对不起台湾民众的地方。你要了解啊，你不能不了解啊，知己知彼啊。那美国跟中国冲突到最强烈的时刻，像最近，他还是要谈啊，还是要沟通啊。更要寻求高级的谈话，拜登一直希望跟习近平见面啊，而且还希望军事上有沟通啊，大家都看到啊，萧女士一定知道啊，她在美国那么久，对不对？那这也是我们主张的，两岸之间要谈，不能不谈啊，而且甚至两岸还要建立一个军事沟通的机制，免得误判啊。所以我为什么主张说，老公要允许我们派军事观察员，他不能来，但是我们去，因为我们没有打他嘛，但我们怕他打我们啊。所以要建立一个互信的机制，你的战机不要再越过中线来了，你这战舰不要再绕台湾了，你的什么山东号、辽宁号不要跑到我们东方去了，好像对我们花东造成威胁，让我们很害怕。所以呢，国民党不管在朝或在野，从来没有放弃过军事的准备。什么时候放弃过？哦，现在的潜舰也是马英九时候开始的，对不对？民进党呢说国民党吓唬人民，其实民进党才吓唬人民。有的说两岸很危险，有的说两岸不危险，那到底是危险还是不危险呢？那民进党只是拿中国的威胁当成他选举的筹码哦，来欺骗选民，来威吓选民哈。面对大陆的军事威胁，我们的主张当然要有长期的备战嘛。但是你备战的时候，你不能忘记要 try 要尝试各种和平的可能啊，和平的管道啊。像民进党这样跟老共现在执政8年。老死不相往来，什么都不谈，遇到事情只会骂，只会指责，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啊。蔡英文时候都已经这样的，那各位想想看，如果赖清德当选，两岸关系会更和缓吗？会更和平吗？还是会更紧张，更有战争的可能？没有，你为什么兵役要从4个月延长到1年呢？国防预算为什么要从3000亿增加到6000亿呢？特别预算为什么要增加到5200亿呢？这就是数字那边讲话嘛。所以各位好朋友，我们有信心，侯康如果当选，两岸不会对撞，因为我们一定要设法跟对岸沟通啊。然后呢，这个不会一触即发，不会一触即战。所以呢，这个民进党执政8年，除了抗中、仇中，这个一再强调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一事无成。所以民进党常常讲，他要做清廉、勤政、爱乡土。我真的觉得现在真的是贪腐专政。爱昏迷啦！我的对手常说两岸要沟通，我完全同意。民进党还有蔡英文政府，从来都是秉持善意，期待两岸不预设前提，建构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来进行对话和交流。我们有善意，但不软弱；存善念，却不天真；有理想而不幻想。我们务实的了解，必须要有实力，对话才会有意义。人民才会放心。国民党主张要重启服贸，显然他们对国际环境的认知没有更新，还停留在10年前，甚至30年前，中国还在改革开放、韬光养晦的年代。台湾的青年世代已经在10年前的学生运动当中表达对服贸的忧心。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全世界先进的工业发展国家都在去风险化，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难道我们要背道而驰？我们认为国防与经济实力
是台湾最大的安全保障，也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我们强化国防，是为了要提升台湾的嚇阻力。我们寻求贸易的多元布局，是为了寻求经济的安全。我们和世界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发展关系，是为了让台湾走向世界。我们秉持善意，负起责任，更是要建立健康有序的两岸交流，降低台海紧张关系，确保和平的现状。我们恢复义务役1年的役期，同时调整训练内容和强度，并提高役男的待遇和福利，因为我们相信兵役制度是为了让我们更强、更扎实，而不是在浪费青春。这段时间，我听到很多人在讨论我们自制的永鹰号高教机，还有海鲲号潜水艇。我们也组了无人机国家队，大家心中都充满着骄傲。未来我们会继续国机国造、国建国造的政策，并且提供国军最现代化的训练、最好的待遇，让大家在保卫国家之余，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我的对手一直枪口对内，对台海情势的紧张归咎于民进党，但是全世界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中国近年来以威权之姿，不断的向外扩张，企图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现状。即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军备的扩张从来都没有停过，越软弱就越容易被欺负，这是历史教训，也是国际现实。我们强化国防，是为了避免战争的发生。我要在这里向全国国人同胞宣誓，赖清德、萧美琴主张要捍卫台海和平的现状。我们不会让台海爆发战争，选择赖清德与萧美琴，我们会努力捍卫台海的和平，印太也会和平。那基本上我再强调一次国民党反共保台从来没有动摇过。民进党有2块神主牌啦，一个是台独，一个是反核那拜登已经当面跟习近平讲，他不支持台独那民进党还是坚持抱这个台独的这个神主牌，叫他放弃他也不要。那是不是请萧女士告诉我，前世有哪个领袖现在支持台湾独立？是美国总统，还是日本首相，还是英国这个首相，还是法国总统，还是德国总理？谁支持呢？对，你民进党现在做的事都是跟世界潮流相向而行的。核电也是这样子大陆昨天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终止12项石化产品了那当然了，就是说可能这个对经济不是那么大，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下一步做什么呢？而且可能影响我们的就业就业传统产业就业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民进党说我们要到 WTO 去申诉，好去我们也鼓励去 WTO 当时什么凤梨世家啦石斑鱼民进党都说要到 WTO 去申诉申诉了没有？结果是什么？感恩共解的不能只嘴巴讲一讲，让我们吃爱国世家、爱国凤梨，然后就没有结果了，你怎么申诉的？所以呢，台湾是外贸导向的这个经济，我们不能加入 CPTPP， 我们也不能加入 RCEP。那到底我们美牛也吃啦，我们美猪、莱猪也吃啦，那到底要我们怎样呢？所以各位好朋友，民进党一再强调这个赖清德啦、萧女士他们和平，他们是支持和平，那是枪棍可以有断了如果和平靠着他们那台湾真的是没有和平。萧女士其实在美国工作认真，我也注意到，其实我也觉得替台湾做事，替台湾做事很好了那老美也肯定她，比那个我们吴钊燮好多了那萧女士说，她这次回来参选是怕如果民进党没执政，那她就不能做她这个到美国的工作。放心，我们执政一定请你继续替我们的外交打拼，外交是不分党派的我想特别提醒大家，制造分裂，让民众对政治感到失望、反感，而不愿意出来投票，甚至对民主的价值感到怀疑，这就是对岸介入台湾大选最重要的目的。有些人会说，对岸介入选举是为了帮谁打谁，其实不止这样。
对岸介入选举，不见得能操作选举的结果，而是要在国内制造分歧、仇恨与对立的气氛，破坏人民彼此的信任，伤害政党之间合作的可能，打击整个民主制度的健全运作，造成我们国际的孤立。除了分化社会以外，选举期间，我也注意到国内有人附和对岸，一直在炒作和散布以美论跟依赖论。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报告，蔡英文总统对两岸关系的处理，就是冷静不躁进，理性不挑衅，负起国际责任，维持两岸现状，这是国际社会信赖台湾的基础。而赖清德跟萧美琴是能够延续蔡英文路线最有能力的一组候选人，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疫情期间，全世界疫苗都缺货，美国政府伸出友谊的手，及时优先让台湾获得疫苗的捐赠。当台湾受到军事威胁、外交打压的时候，也是美国跟我们充分合作，一起度过挑战和难关，也优先跟我们签署了第一批的贸易协定。美国和台湾是坚实的伙伴，我们都相信民主，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繁荣也都有坚定的决心。台湾是区域内有能力也负责任的一份子，会跟爱好和平的朋友们团结在一起，为区域的和平做出贡献。我们立场坚定，方向确立，脚步稳健，没有依赖，只有信赖。不少国际友人反而注意到国民党的高层，包含赵少康先生和侯友宜市长，在台湾、在美国，甚至是派人到中国讲的都不太一样，包括兵役制度、军购政策，这些外国朋友自然会心生怀疑，感到疑惑。所以我认为，你们在散布以美依赖论之前，才更应该要把自己的国家安全论述先整合好，不要再变来变去。我们的对手也用邦交国断交来攻击政府，把外交上我们遭遇的挫折转换成见猎欣喜的政治打击，我真的感到很痛心。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本来就有权利跟全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朋友，走向世界。只因为中国的打压，全力封杀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生存的空间，才会有跟邦交国断交的事情发生。我们应该对外一起奋斗，遭遇打压的时候一起愤慨才对。尤其我在外交界服务的这些年，虽然面对中国无情打压，依然看到我们的外交同仁努力捍卫台湾的权益。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台湾的外交官需要比其他国家的官员更努力，付出更多的心血，才能够取得进展。而当我们克服万难，获得突破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同仁更以来自台湾为荣。